楚国公主沈清瑶今日即将登基，将其诛杀，便完成了主人交给的任务。今日是瑶儿的登基大典，你们是何人死，也敢来此行凶捣乱？一个文弱书生也敢拦我，老死！云泉，荆门。你去！麒麟令，你竟然是天下第一势力麒麟阁主麒麟先生！说，谁派你们来刺杀你弟？哈哈，能死在麒麟先生手中，此生无憾。你老师，他服毒自尽了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这些年你为女帝积劳成疾，你不能再动用真气了。无妨，今日是瑶儿的登基大典，我为她谋划了5年，只要她能登上帝位，我就算是死，又能算什么？登基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等就去。女帝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谢万岁！陛下，林奇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穿的是什么污秽衣物？刚才遇到了些意外。意外？今日是陛下的登基大典，如此重要的日子，你却衣衫不整，姗姗来迟，还错过了吉时。你的眼里还有陛下吗？来人，给我拿下这无礼之人！上官爱卿，他毕竟是朕的夫婿，需留他一些体面。宣读圣旨吧。遵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幼年无知，与山野村夫林奇私定终身。然林奇胸无鼎墨，无德无才，难当国父之任。朕继承天运，继大统，须为楚国百姓负责，故与林奇解除婚约，以示天下。因此，陛下方才登基为帝，偏要休夫。瑶儿，你当真要与我解除婚约？你看不懂字，还听不懂人话？林奇，陛下要休你，还不跪下谢恩？你要我如何跪？你不过是陛下当年潜龙之时意外救下的小乞丐。陛下虽与你结为连理，却从未有过夫妻之实。现如今，陛下与横绝千古之势，建立诺坦功业，而你依旧毫无长进，如何配得上陛下的万金之躯？林奇，朕以为天子，可你却担不起国父之重，莫要怪朕无情，朕也是为了这楚国。为了楚国？怎么，你可有不服？臣哪敢不服？臣又如何能不服？当年你一句要这天下再无战乱，要天下太平，我便为你苦苦谋划5年，才有了这大楚盛世，还助你登上这帝位。林奇，朕能一统天下，全仰仗麒麟先生相助，跟你有何干系？瑶儿，你难道不知道我就是？够了，林奇，若非朕，你早就已饿死街头。
今日朕贵为天子，只有麒麟先生才是朕的命中之人。朕要决心下，也绝不能有半分污点。朕念及往日情分，且留你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准再踏出府邸半步。还想过要杀我？朕征战沙场5载，屡受麒麟先生暗中帮助。昨日，朕将亲自向麒麟先生求亲，以这江山为聘，倾国为礼。好一个亲自提亲，好一个江山为聘，好一个倾国为礼！大胆，你竟敢讥讽陛下！来人，将他押入大牢！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吗？够了，林奇，朕已饶你一命，你胆敢再有逾矩之行，损坏朕无情！好，既然陛下如此绝情，希望日后要后悔。朕绝不后悔。这个女帝真是昏君，明明您才是麒麟先生，竟然将您休了，还将您软禁在这宅子里。百里，莫要胡言。我没胡言，要是我那天在场，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。弟子陆征协助将士拜见老师。拜见老师。女帝昏庸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便统领3军直取皇宫，日后奉您为帝。胡闹！陆征，你带着那么多人招摇过市，简直就是在胡闹！弟子冯月山拜见老师。拜见老师。今日早朝之上，学生未能维护老师，还请老师降罪。够了，都起来吧。一个大将军，一个当朝丞相，还有你们这些朝廷重臣，一个个骨头那么软。老师，天下齐国已有4国归顺麒麟阁，听您号令。他沈清瑶何德何能？若是没有您在暗中支持，他又怎会在5年内成就帝业？他根本就不配。这天之下，只有您才有资格称帝。陆兄所言极是啊，老师，弟子已敬告诸位同僚，做好改天换帝的准备。礼部也随时准备您的登基大典。弟子已写下了沈清瑶的罪诏，只需您一声令下，便可昭告天下，取而代之。我等拜请先生登基称帝。我等拜请先生登基称帝。我若想当皇帝，何必等到今日？只要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，谁当皇帝是一样。称帝之事，以后休要再提。弟子告退。主上，女帝现已到访麒麟轩，请求见您。好，那我就以麒麟先生的身份，再见他一面。未曾提前告知先生，就来拜访先生，还请先生不要怪罪雅儿。陛下此时已功成名就，何须来找在下？不，先生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若非是先生一直暗中帮助，雅儿又岂能一统天下？又怎会忘了先生？沈清瑶啊，沈清瑶，只有在麒麟先生面前，你才一口一个瑶儿的称呼自己。你何时在我林奇面前有过这般温柔？不知陛下此番前来，所为何事？雅儿此次前来，是想邀请先生陪在雅儿身边，一同参加5日后的开国庆典。你邀请我参加，那你的夫君林奇呢？哈，先生有所不知，昨日
我就与他划清界限。他跟先生相比，简直就是繁星比皓月，寒鸦比凤凰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竟如此不堪。若是有一天你知晓了麒麟先生和林奇是同一人，你又该作何感想？先生是要拒绝瑶儿吗？我答应你。那太好了，5日后，瑶儿在皇宫等您。既然你爱的不是我，那我又何必再勉强这份感情？5日之后，我便以麒麟先生的身份正式与你告别。陛下，您苦苦寻找的麒麟先生找到了。麒麟先生竟是被那沈清瑶休了的林奇，这沈清瑶也太有眼无珠了，连林奇这种经世之才都会错过。赵子淼，你去给朕准备9重聘礼。既然他沈清瑶不懂得珍惜，那朕要让林奇以天人之姿成为朕的男人。诸位爱卿，除了3日后的开国庆典，朕还要另办麒麟宴，以表示对麒麟先生的欣入。宋一莲，朕命你天黑前拟出庆典的章程、布置、规划等。陛下，臣做不到。你个礼部尚书，连这点事情都做不，要你何用？上官请，本官乃陛下钦点的一品待遇，岂是你一个小小的女官能呼来喝去？钱大人，按我楚国律法，此女该当何罪？在京官员，以下犯上者，一律当斩，株连3族。好了，上官情也是为朕考。宋一莲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禀陛下，礼部的一切章程皆是林奇大人一人拟定。他林奇目不识丁，怎会精通礼部之事？宋一莲，朕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，大典必须隆重，工部全力配合。禀陛下，臣无法配合。你说什么？此次庆典是在凤鸾殿举行，若按陛下要求，此次花费最少也需要1000万两白银，工部无法拿出。户部，工部需要的银两你们出。禀陛下，臣出不了，户部总共就剩300万两白银。好啊，你这是都要跟朕作对，莫不是统统要造反？陛下，我楚国立国不久，同时举办2场庆典，只怕劳民伤财。况且国库空虚，根本无力负担，望陛下收回扯入。陛下贵为天子，金口已开，做臣子的岂该有异议？我楚国子民千万，光纳税恐怕都不止1000万两。若是国库空虚，那就加强赋税，1年的税提前纳上来。不可！就这么一点点税，为何不能纳？楚国刚立，若是强加赋税，民心必然尽散。嗨，陛下金口玉言，岂是你能驳斥的？林奇，你不是被软禁家中，谁让你来的？是天下万民让我来的。你不过是个山野莽夫，懂朝政吗？这里哪轮到你大放厥词？上官清，我看你才是大放厥词。陛下，林大人所言甚是，提前纳税，此乃大戒呀，望陛下三思。望陛下三思，望陛下三思。你们一个个都反了家了！陛下，我看他们如此忤逆圣意，根本原因就是他林奇。陛下，你有所不知，陆大将军和冯丞相曾屡次前往林奇府邸，臣认为他们早已暗中勾结，有谋反之心。说什么？陛下，你一定要好好治孩子的事。上官清，
你妖言惑众，我杀了你！陆贞，谋反不成？陆征，林奇，朕告诉你，休想左右朕，朕才是这江山的主人。臣当然知道，陛下乃是一国之君。那朕做什么，还轮得到你来教？莫非你真把自己当麒麟先生了？来人，传旨，即日起暂时革去陆镇大将军和冯岳山丞相之位，待朕查明真相，再做定夺。好，如此刚愎自用、不听谏言，这官老夫不做也罢。冯兄所言极是，让我辅佐如此昏君，非我本意。这大将军，我也不干了。臣宋一莲请辞。臣钱江河请辞。臣李平请辞。臣王铎请辞。臣请辞。好啊，你们又不统统给朕甩脸色，那朕今日就满足你们。来人，让此人统统贬为庶民。莫风、赵云飞，臣在。你二人接任大将军与丞相之职。谢陛下。不可，此二人才疏学浅，难堪大人。林奇，你如今只不过是一袭白衣，而我已是堂堂丞相，你如何敢在朝堂之上质疑本官？林奇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真以为我们楚国离了你就要灭亡吗？我们有陛下，我们有麒麟先生，楚国何愁复兴？够了，林奇，朕命你在家闭门思过，你却屡次外出，若胆敢再犯，朕就将你押入大牢，退朝。莫丞相，臣在。六部尚书的人员拟拟个名单，还有政府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方法。3日之后的庆典和麒麟宴必须完成。臣领命。平儿，臣在。将这枚令牌交给林奇。陛下，林奇也被您休弃，不过还真符合金牌给他。朕要邀请他参加麒麟宴，好让他看清楚自己和麒麟先生的差距，这样才能让他彻底死心，不再作乱。是。上官大人深夜到访，想必是有要事吧？林奇，你今日在大殿上大言不惭，真当陛下不会怪罪？上官大人抓我？不是抓，是杀你。这绝不是沈清瑶的意思。你为什么想杀我？我没必要和一个将死之人废话。你忌讳武功？说，为什么要杀我？还是说，你是别的国家派来的奸细？林奇，你在这干什么？瑶，你叫朕什么？瑶，我朕让你叫什么？是金鱼。有罪陛下，陛下，你传为臣做主了。我否赐送他令牌，他非但不接，还对朕图谋不轨，臣差一点就将这个恶徒玷污。朕忽然记起，今日是林伯伯的忌日，特此前来祭拜，却没想到被朕撞见你今日如此禽兽行径。陛下，你宁愿相信他的鬼话，你不愿相信我的为人。朕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。禁卫军将死贼拿下。
前这什么人？怎么身手如此了得？陛下，您的禁卫军可都是顶尖的高手，却连这次能打不过。这些人堪比麒麟先生的麒麟卫，不可能！麒麟先生是何等的人物，他调教的麒麟怎么可能与这个废物的家丁相比？林奇，你果然对朕有二心，已经私下结党营私、拥兵自立，你可这是弥天大罪！臣重下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来再多也没用，主上是否将他们拿下？不必。是。林奇，看来你不傻，知道赵将军来了，你和你的同伙必死无疑，所以你让你的同伙先行离开，还真是重情重义。还笑，等一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。你拥兵自立，意图谋反，可知罪？我不。赵将军，将此贼拿下，打入天牢。等庆典结束之后，得处以极刑。是。诸位爱卿，今日乃我楚国开国盛典，朕既受命于天，定保我楚国万世太平。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如今这四处已因赋税怨声载道，民愤难平，竟然还在这说些虚假之词。陆贞，你最好给我闭嘴！你已经被革去了大将军之职，如今只是一介白衣。今日陛下允许你们参加庆典，也是看在你们是麒麟先生弟子的情面上。那我还得多谢陛下了。上官情，吉时将至，为何麒麟先生还不到场？陛下稍安勿躁，臣已派人前往麒麟轩邀请先生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尽快，朕不想发生任何意外。这先生都被押入大牢了，若真能从麒麟轩找到，那还见鬼了，陆兄。你说什么？禀告主上，离国的兵马已经越过两国停战线。离国早就对楚国虎视眈眈，如今沈清瑶强加赋税，致使民怨四起。我早就料到离国会趁此大举进犯楚国。战争中最受苦的就是百姓，绝不能再大动干戈了。通知百里飞扬，让他率雪灵军前往营地。是。众麒麟卫听令，尔等庄随我入宫。是。你方才说什么？朕没听清。陛下，麒麟轩早已空无一人，就连麒麟先生也不知去向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朕不是命你派人盯着麒麟轩吗？若是今日先生不到场，拿你试问。陛下，我……林奇，你不是被押在大牢，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敌国的兵马已经将帝都包围，陛下难道不知道？说什么？赵将军可有此事？回陛下，当然没有。我看他无非就是在危言耸听，颠倒是非吧。离国兵马已经越过停战线，你竟浑然不知？这大将军是你这么当的吗？住口！本帅乃楚国第一大将军，如果有敌人来犯，我岂能不知？也轮得到你这个罪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不错，我看这林奇就是日日来捣乱的。
陛下，臣这才知道了，麒麟先生为何迟迟不来庆典。为何？就是因为他。麒麟先生神机妙算，他一定是算到了林奇会在庆典上捣乱，所以才不前来。想来也是，麒麟先生何等人物，怎会自降身份与林奇这个废物共处一室？臣认为，只要将他拿下，先生自会现身。竟然是因为他！沈万清，你少搬弄是非。陛下，眼下兵临城下，必须取消庆典，全力备战。林奇，你给朕住嘴！朕与麒麟先生情投意合，就算真有敌军来犯，他定会第一时间告知于朕。来人，将这危言耸听的奸人给朕抓起来！哦，陛下，离国的军队已经兵临帝都城下。林奇所说竟然是真的，怎么就兵临城下了？我军溃败也太快了吧！赵飞云，这个大将军是怎么当的？敌国的兵马都已经到了城外，竟然浑然不知。若是我楚国王朝有什么意外，朕定先摘你的项上人头！陛下，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朝中必有内奸，否则敌军不会如此顺利攻入我楚国王朝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你的意思是何人？陛下，这还用多想？近日谁对陛下不满，想必谁就是奸细。尔等三人官职被削，心生怨恨，便通敌叛国，真当朕是个傻子吗？林奇，你罪大恶极，该斩！我等对楚国忠心耿耿，从未有过非分之想，而眼下之际，唯有立刻组织兵力击溃敌军才是啊！事到如今，也只有麒麟先生能有破敌之策。都给我去找先生！不用找了，我已派百里飞扬出城迎敌，眼下只需陛下下令，全力备战。林奇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百里将军乃八旗之首，麒麟阁最高统帅，只有麒麟先生才能调动，你如何能派他前去？你又有什么资格？不！陛下，邻国的军队已经闯入了皇宫。什么？林奇，都是你这个废物通敌叛国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废物！先生，昏君，你可知，就是你口中的废物替你苦苦谋划一切，替你扫平障碍。若非是我，你岂能在短短的5年时间中升到现在的地位？林奇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敢伙同他人来诓骗朕？朕绝不允许你玷污麒麟先生的名号！来人，将此贼拿下，就地正法！我看谁敢！这是朕的王朝，亦是朕的天下，朕有何不敢？来人，将他们统统拿下！慢着！离国元帅赵子淼带女帝穆婉玲携至高聘礼，特来向先生提亲。慢着，你是怎么进来？这是我们楚国的庆典，岂能容得你们离国之人在这装神弄鬼？给我滚！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本帅面前耀武扬威？我乃楚国大将军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还敢自称大将军？打过几场仗，杀过几个人？放肆！你离国之人强闯我楚国开国庆典，还当众羞辱我楚国大将军，真当我楚国好欺负？滚开！你们俩还不配与本帅说话。我乃楚国丞相，你竟敢如此对我说话！
你们离国究竟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是想攻打我们楚国？一旦开战，便会劳民伤财，生灵涂炭。我离国自然不愿意看到这番景象。那你们还大军压境，当真是说一套做一套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今日前来只为提亲。向谁提亲？他。你们没搞错吧？如此大动干戈，千里迢迢派军来此，竟是为了他。实话告诉你，他不过是我们陛下看不上的废物。你们若是想要，就送给你们好了。你们还真是有眼无珠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？我们当然知道，他就是你们离国大兵压境的罪魁祸首，就是你们离国潜伏在我楚国的奸细。陆征，好一招贼喊捉贼！你潜伏我楚国这么多年，不会当真以为我什么都没有查到？上官琴对朕忠心耿耿，是我楚国忠臣，岂是你随口可以污蔑的？即便你不是离国的奸细，但勾结离国，人赃并获，罪无可恕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陛下明鉴，他临其通敌卖国之罪已然坐实，否则今日大喜之日，离国怎会大兵压境，又怎会如此轻松包围地利？这一切始作俑者就是你。若当真是我在背后谋划，沈清瑶，你这楚国皇帝之位早就该换人了。放肆！林奇，都怪朕这些年对你太好，让你变得无法无天，目中无人。你现在给朕跪下谢罪，朕可以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留你一条全尸。你我之间的情分，早就被你亲手斩断。沈清瑶，我本来以为你登上了这皇帝之位，会成为一方贤君，造福一方百姓，可没想到你为了一个小小的庆典，竟不顾百姓死活，强征赋税。朕就是这楚国的天，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与你何干？若非怕这百姓受苦，小小楚国，我翻手可灭。林奇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应该如此口出狂言？如此一个好大喜功、刚愎自用之人，先生何必委身于他？我离国女帝陛下愿以倾国之力奉上9重聘礼，只为求得与先生的一世姻缘。第1重聘礼，翡翠冰玉珏，价值黄金1万两。第2重聘礼，七巧玲珑瓶，价值黄金3万两。第3重聘礼，化仙真迹，价值黄金5万两。魏国天子到！魏国天子来我离国迎战，所谓何事啊？你穆婉玲贵为离国女帝，送的聘礼也太小家子气了，不怕折辱了你女帝的身份？什么意思？不听闻你要向沈其耀的弃夫林奇求亲，你现在是真不挑了，连这样的废物都看得上。看来你是真饿了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楚国朝堂之上有你的奸细？不错，夫的人在沈其耀身边当女官。你就不怕我将此事告诉沈清瑶吗？你告诉他也无法，他马上就要成为夫的女。姑也送了9重聘礼，姑今日就要娶沈清瑶。我看你娶沈清瑶是假，分并整个楚国还是你真正的目的。休得放肆！沈清瑶不要，他楚国姑也要。你难道不知道麒麟先生一直护着楚国和他沈清瑶吗？难道你连麒麟先生都不放在眼里了吗？朕可是记得，你当年差点死在了麒麟先生的连环计之下。
麒麟先生，我错了，你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啊！现在你是初犯，若你日后再行祸端，我麒麟阁饶你。是。倘若麒麟先生还在楚国，孤自然还会忌惮你。但现在，这是象征着麒麟先生身份的麒麟令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这是孤的人在楚国的麒麟轩找到。沈清瑶登上帝位后，麒麟先生早就离开了楚国，不然他也不会把令牌留在楚国。孤要娶沈清瑶，谁都拦不住。那如果林奇出手阻拦呢？林奇算个屁，一只臭虫罢了。他要是真敢阻拦，孤就灭了他。孤再警告你一次，让你的兵马不要轻举妄动，胆敢坏孤的好事，孤灭你离国易如反掌。陛下，顾长青如此猖狂，必定对他的九重聘礼信心满满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那又如何？朕还准备了第10重聘礼，是他比不上的。传令下去，朕要将自己作为第10重聘礼，以我整个大黎江山为聘，亲自为先生奉上。第8重聘礼，离国城池一座；第9层聘礼，离国汗血宝马100匹。李泌，不知这些聘礼，先生可否满意？林奇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什么9重聘礼？之前分明是你出卖我楚国，你主子给你的奖励吧？你竟如此无耻，还拿到我楚国的庆典上耀武扬威！朕从未想过，你却如此小肚鸡肠。你见朕办麒麟宴，便心生嫉妒，又勾结外敌，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朕。你的所作所为，当真是可笑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不是奸细，他们也不是顽。你还想狡辩？你当真以为朕当初留你一命，是不敢杀你吗？女帝陛下，还请慎言，给朕住嘴！林奇究竟许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般与他合谋？女帝陛下怎么听不进去话呢？我乃堂堂离国元帅，此番前来是代替女帝陛下前来给先生送聘礼的。胡说八道！我看林奇是假货，你也是假货。你一个贱婢，几次3番的挑衅于我，真当我离国元帅是吃素的吗？我女帝陛下还说了，愿与先生喜结连理，可若有人胆敢阻拦，杀无赦！杀无赦，好大的口气！为国天子呐！杀无赦，好大的口气！拜见魏王陛下。拜见魏王陛下。请，今日如此盛大的开国庆典，若是有人胆敢捣乱，你尽管告诉于公，无论他是什么元帅，或是什么女帝，孤绝不轻饶。你们几个好大的胆子，见得魏国天子，朕敢不欢迎？敢让我下跪的人，不是没有出生，就是已经死了。放肆！敢在魏王面前口出狂言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放肆的是你！一个小小的魏王刚到，你便如此阿谀谄媚。你到底是我楚国的女官，还是他魏国的女官？好，不愧是名震天下的陆征陆大将军，说话果然有底气。你别忘了，我魏国为7国之首，就是其他6国的王，见到孤也得低下头来。他凭什么当着孤的面有恃无恐的坐着？你究竟有何底气？我的底气，恐怕你不敢直视。林奇，你休要猖狂！魏王陛下，他便是我们女帝所修的契夫林奇，就是他跟在女帝身后整整5年，宛如一条土狗，摇尾乞食。
哦，小二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魏王陛下，我所言句句属实。他林奇就是个山野莽夫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。若非我们女帝陛下心善留下他，他早已暴尸荒野，成了一个死人。陛下，您说是不是呢？小二，你跟这样的废人生活5年，辛苦你了。孤今日前来，就是助你解决这些麻烦。趁此庆典，孤要来一个喜上加喜，孤要立你为后。待到明日，我魏楚2国将并立于天下。什么？今我魏国贤君，愿娶楚国女帝为妻，以我国最高国礼，3书9聘，10礼红妆，以示诚意。魏王竟然要迎娶女帝！第1重聘礼，天穹夜明珠，价值黄金1万两。天穹夜明珠，据说在夜间可使天地变为白昼。之前的一颗早已毁于战乱之中，没想这世间还有一颗。这第1重聘礼就如此珍贵，后面的聘礼怕是不可估量。这相比之下，离国殿下的聘礼就抠抠搜搜，也过于逊色。第2重聘礼，陛下，这些都是魏国的人，看来整个皇宫都已经被魏国占据了。先别管他们，朕现在只想见到林奇。第9重聘礼，魏国战船100艘，价值黄金1000万两。哈哈哈哈！魏国的舰船可谓是所向披靡，魏王现在带了100艘舰船过来当聘礼，我们楚国岂不是有自己的水师吗？不愧是魏国的天子，如此聘礼，普天之下还有第2个拿得出来吗？哼，我魏国天子的聘礼，自然不是离国那些秽物能比的。你们送的也不过是些阿杂之物。我女帝陛下说了，这世间之物都不足以彰显先生的身份，唯有我国献上的第10重聘礼，才勉强配得上先生的经世之才。我呸！他林奇就是个没用的废物，活着也是浪费粮食，狗还能看家护院呢，他连狗都不如，还10重聘礼，他也配？狗嘴吐不出象牙来，你们都是肉眼凡胎，岂能看出先生的不等？第10重聘礼，你倒是拿出来，吾倒要看看你们口中的第10重聘礼到底是何物。待我国女帝陛下亲临，你们自然会知晓。你就是嘴硬。小二，吾送你的聘礼可否满意？多谢魏王陛下的青睐，请恕青瑶不能答应求亲之事。难道你对姑送你的9重聘礼不满意？9重聘礼珍贵非凡，只是青瑶早已心属麒麟先生，此生非他不嫁。陛下，臣见魏国天子如此心诚，那麒麟先生虽举世无双，但对您总是若即若离，难以亲近。臣觉得何不就此答应了魏国天子的求亲？上官卿太放肆！魏王陛下，稍后麒麟先生就将到场，这件事他来不了，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楚国。什么？哦，我怎么不知道我离开了楚？你不过是躲在沈清瑶背后苟且偷生几年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，这里岂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我看他还想装麒麟先生呢。何须要装？先生他本来便是。你的意思是这个废物是麒麟先生？世人都知麒麟先生有一枚麒麟令，可以调动世上最强的麒麟卫。你可有令牌？麒麟令不在我身上。哼，林奇啊林奇，你胆子是真大，没有麒麟令敢冒认麒麟先生的身份。也对，你这种蝼蚁，恐怕连麒麟令是什么都不知道。穆长青，先生的身份何须令牌来证明？你敢对先生不敬，先生的怒火，你魏国可抵挡不住。就他，吾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他。你不是没有麒麟令吗？吾就让你开开眼界。麒麟令为何在你手上？莫非
你就是麒麟先生？本想拿令牌对林奇羞辱一番，没想到却让沈清瑶误认为孤是麒麟先生。也罢，那孤就当你为麒麟先生。孤本不想暴露，但事已至此，孤不装了。没错，孤就是麒麟先生。先生，这些年你多次救瑶儿于危难之中，瑶儿铭记于心。今日终于见得先生的真容，只是怎么，你不高兴？瑶儿岂会不高兴？只是没想到先生竟是魏王陛下，想来也是，先生是何等的身份？若不是背靠七国之首的魏国，又如何建立麒麟阁如此庞大的势力？你说的不错，没有我魏国，就没有麒麟阁。口无遮拦。就凭你，孤立下千秋霸业，你敢质疑孤？那你可知麒麟阁为何而建？又因何得名？为何成为这世间第一势力？你不知，因为你根本不清楚麒麟阁的底蕴。莫说是一个魏国，就是10个、100个、1000个魏国，我麒麟阁也弹指可灭。他身上的气势，怎么让我心惊肉跳？不，一定是幻觉。林奇，你就是嘴硬。孤手上的可是麒麟令，那你可知麒麟令的意义？它的分量和责任，你担得住吗？你当真以为你拿着麒麟令，你就是麒麟先生了？林奇，你给这住嘴！他手握麒麟令，他不是麒麟先生，难不成你是？这些年来，他一直默默在背后支持着朕，帮助着朕，这一点朕心里很清楚。听到没有？他顾长青狼子野心，早有吞并楚国之意。此番冒充他人身份，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好感。以他的心性，若楚国落在他的手中，必将民不聊生。住口！以魏王陛下的身份，他有何须冒你麒麟先生？倒是你，这些年一直跟在朕的身后，怕是只学会了白日做梦，异想天开。沈清瑶，我再说一遍，他顾长青不可信。够了！你究竟还要胡搅蛮缠到什么时候？陛下，他这是赤裸裸的嫉妒。嫉妒？这些年来，数次救朕于危难之中的是他，为朕谋划这江山的是他，助朕登上皇位的亦是他，而你只会一次次的让朕失望。你有什么资格嫉妒？林奇，你在自取其辱。然而，孤对你的感情，天地可证，日月可见。既然你已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姑且问你一句：你可愿意与孤成亲？我愿意。不知羞耻！我就是。沈清瑶，你想要嫁人，我无话可说，但在此之前，你需退位。你是想让朕退位？怕不是要逼宫造反？我楚国女帝岂可嫁他国君王做废嫔？你想自轻自贱，我管不着，但休要拿我楚国百姓当嫁衣。你一个卑贱的蝼蚁，哪里轮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？来人，将他们通通拿下！魏国士兵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恐怕这宫墙内外早就被魏国的兵马包围了。沈清瑶，你到现在还不清楚他顾长青的真正目的吗？麒麟先生绝无可能害朕，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。倒是你，处处跟朕作对，你的贼心朕早已经看破。林奇，你冒犯了天威，如今还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你就等着掉脑袋吧。想要我的脑袋，得先问问我的麒麟卫答不答应。够了，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？你根本不是麒麟先生，你没有麒麟令，如何调动麒麟卫？林奇，你今日若是老老实实在牢里待着，你还能苟活于世。今日无论你是死是活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够了！孤不想再见到他。来人，将这个废物拿下，凌迟处死！皇上！
离国女帝到！放肆！胆敢伤朕的女官！她不过是魏国的一个奸细，朕这是在帮你，你怎么不明事理，反倒跪在于朕，胡说八道！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向麒麟先生提亲。朕与麒麟先生情投意合，他绝无可能多看你一眼。我劝你还是不要自取其辱。情投意合，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莫不是你害怕麒麟先生最终选择的是朕，而不是你吧？可笑！好，那朕便退一步，与你公平竞争，看看麒麟先生究竟选择谁。先生，还劳烦您告诉他，你心中所爱之人是谁？他是麒麟先生。不错，他就是这些年来一直暗中辅佐我、保护我、关心我的麒麟大人。试问这样的他，又怎么可能瞧得上你？沈清瑶，你不仅没有治国之才，就连看人的眼光也没有。顾长卿，方才你说要娶沈清瑶为妻，原来是用这种卑劣的手段。你有话直说，不必拐弯抹角。实话告诉你，你身边的这位魏国天子只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辈罢了，他和麒麟先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住口！朕与先生朝夕相处多年，又岂会认错？更何况他手握麒麟令，身份下毋庸置疑。说了这么多，原来是在鸡同鸭讲。罢了，朕今日亲自携第10重聘礼奉与先生，以求今世之缘。到时候是人是鬼，自有分晓。装神弄鬼，拿不出好东西就别吵，将一台破轿子当做第10重聘礼，也不怕让人笑掉大。穆婉玲，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心思，朕才是麒麟先生心中所爱，无论你拿出什么样的奇珍异宝，他都不可瞧你一眼。你笑什么？难不成是恼羞成怒？朕笑你狂妄自大，自以为是；朕笑你有眼无珠，不识真龙；朕笑你鼠目寸光，不知所谓。婉玲，你来此就是自投罗网，李国注定因此覆灭。狗仗人势的东西，滚！你要干什么？朕要做什么？你以为朕要做什么？你敢！婉玲今日亲自携10重聘礼，特来向先生求亲。婉玲今日亲自携10重聘礼，特来向先生求亲。怎么会这样？魏国之君，你这个废物上门！婉玲真心实意向先生求亲，望先生垂怜。你为何要向我求亲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我之间应该并不相识。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气吞山河之志，世间有先生这般男子，试问有哪个女子才会动心？又有哪位女子不愿与先生厮守？朕可不像某些眼高手低之人，没有自知，有眼无珠。朕看你才是有眼无珠。他林奇算是什么先生？浑身上下一无是处，无才无德，早就已经被朕弃毙。你若是想向他求亲，大可以早跟朕说，何必这般大费周章？甚至朕可以亲手将他送至你离国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你不要后悔。朕既能将他休了，不会后悔。那倘若林奇就是麒麟先生呢？你们一个个都说他是麒麟先生，我知道他不是。就算他是，朕也不会正眼瞧他一眼。他惹出这么多的祸端，朕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好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我的君，我也不再是你的臣。
你我一刀两断。从今往后，沈清瑶，你自求多福。你们走。站住！谁让你走？站住！谁让你走？顾长青，你是想动武吗？傅婉玲，不告诉你不要破坏姑的好事，这是你自己在找死。姑的精锐部队已经把这里包围，就是一只苍蝇，没有姑的命令也休想飞出。朕看你是想尝尝我离国铁骑的滋味。离国铁骑不过是一群会骑马的猴子罢了，在我魏国百万大军面前不堪一击。就凭他们也想拦我？放心，不会给你一个痛快。众将士，拿下此人！怎么会这样？他们是谁？穆少，外面的魏国士兵已被我等悉数斩杀。这不可能！吾带的是上百的精锐，你的人就算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悄无声息地将他们解决。这些都是老师亲自培养的麒麟卫，就算你的人是精锐，在他们面前，不过是纸糊的，不堪一击。我本不想与你们计较，可你们几次三番得寸进尺，这世间岂有这般道？事已至此，我们之间的账是该好好算一算。你起！吾辈怕你一个蝼蚁！顾长青，我曾经放过你一命，本以为你会痛改前非，看来是我错了。你这魏王伤到头了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麒麟先生，你说什么？是麒麟先生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沈清瑶，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。其实你心中早有猜测，只是不愿意承认。你何不把灵旗倒过来念呢？灵旗，麒麟，麒麟，没错，这位被你百般羞辱、随意休弃又打入天牢的灵旗，便是你一直求而不得的麒麟先生。不，你们都在骗朕，朕不相信，名字只是巧合罢了。麒麟卫，拿下他！不要，你不能动他。我要护他。魏国强盛，朕不想让楚国与其树敌，再令百姓落入煎熬之中。你现在知道替百姓着想了？林奇，你不必讥讽朕，朕倒要好好问问你，你既是麒麟先生，为何不告诉朕？你明知道朕的心意。我说过，可陛下信吗？我几次三番说过，我就是麒麟先生，可结果呢？是羞辱，是嘲讽。你宁愿相信他是，也不愿相信我是，因为你觉得麒麟先生就应该高高在上，而不是一个像我这样你口中的废物。朕确实不该不信你的话，但朕有苦衷，朕要为了这黎民百姓的天下操心。你为黎民百姓操心？这5年来，若不是我派彭越山去安抚民心，你能得到百姓的拥护；若不是我派陆征去平定战乱，你能在短短2年时间内去解决10余年的战乱；若不是我派百里飞扬去护国御敌，你能够掌控手中的疆土。你又操心了什么？抛开这些不说，还是你不够坦率。你若早点把真相告诉朕，事情都不会到这般田地。那要这么说，这一切还是我的错。不然呢？朕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原谅你的欺骗，只要你向朕道歉。你要我向你道歉？什么？不愿意？沈清瑶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闭嘴！林奇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不懂得感激就算了，现在又要为了自己的面子颠倒黑白，他有什么错？既然你不懂得珍惜，那朕就替你好好珍惜。
你要干什么？朕方才说过了，今日前来就是为了向麒麟先生求亲。穆婉玲，你何须在此惺惺作态？你不过也只是贪图麒麟先生的威名，想借麒麟阁来扩大自己离国的势力。你如意算盘打得这么响，真当我们浑然不知吗？沈清瑶，不要用你的小人之心来揣度朕的心思，朕和你不是一路人。我穆婉玲并非贪图先生的威名，而是仰慕先生之才气，敬佩先生之忠贞，所以今日甘愿携10重聘礼赠与先生，愿与先生修百年之好。朕不信，你们都在骗朕，一块胡言！朕不需要你信，沈清瑶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配不上林奇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这冠冕堂皇的虚假之言。没错，这还什么10重聘礼？我们明明只看到了9重，哪来的第10重啊？就算他有，可诸位都已经看了。先前的9重聘礼就如此浅，上不得台面，还指望他第10重聘礼能拿出什么好东西？是，没错，以麒麟先生的地位和眼界，这普天之下万物皆为尘土，所以朕唯有将离国传国玉玺作为第10重聘礼赠与先生。传国玉玺？皇兄，我没听错吧？一国之主竟要将传国玉玺当作聘礼拱手相送，这怎么可能？说的倒是好听，玉玺呢？你倒是拿出来呀！不错，口说无凭，我看你呀，根本就是在虚张声势。传国玉玺代表一国江山，朕不信你真会将你的离国送给他。真的是传国玉玺啊！离国女帝穆婉玲从今日起龙袍换凤袍。愿以江山为聘，倾国为礼，向麒麟先生林奇求亲。从今往后，你为王，我为后。不，你不能接，他满嘴谎话，而且他刚登上自己的地位不足1年，怎可能将皇位拱手让人？朕绝不相信。是。我陪在你身边5年，什么是真诚，什么是虚伪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也受够了付出一切而被羞辱的滋味。朕知道你是在气朕，你就是想让朕后悔，想让朕跟你道歉。陈清瑶，你搞清楚，你我并非夫妻，也非君臣。你后悔也好，道歉也罢，与我全无瓜葛。林奇，你当真是要离朕而去？沈清瑶，你搞清楚，从始至终都是你舍弃了他，你怎么还有脸面说这些？陛下，自重。你知道的，朕还爱着你。你爱的只是麒麟先生的身份，爱的是你心中幻想的那个。至于他是谁，并不重要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未曾想过，权力会将你腐蚀成这样。从你将我视作污点，想要手刃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变成了至我认识的沈清，而我，也不再是曾经的林奇。沈清瑶，
现在你看清这个男人的嘴脸了吧？有了新欢就彻底的把你无情抛弃，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值得留恋。顾长兴，你已知晓我的身份，何必自掘坟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林奇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只带了上万箭？告诉你们，现在城外已经集结了10万大军，只要孤一声令下，我魏国的兵马立马就踏平楚国。林奇，就算你是麒麟先生又怎么样？就算你的麒麟卫能以一挡10又怎么样？你们终究是一介凡人。那你大可试试，恐怕你的人还没到，你便已经被他们杀了。你敢吗？他们只要敢动孤的一根毫毛，孤的兵马不日就会将楚国夷为平地。到时百姓的还算你林奇何人？太无耻了！麒麟先生心系天下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，即便是自己生死，也不舍得看天下百姓遭受苦难。拿天下百姓做要挟，你算什么君王？孤受命于天，孤的命岂是那些贱民能比的？那些贱民只是孤的垫脚石。住口！那都是我楚国的百姓。楚国百姓，你想救那些贱民也行，只要你将自己和楚国献于孤，至此楚魏2国合二为一，孤保证对楚国的百姓爱民如子。然而，孤的建议如何？好，朕答应。只要你不伤害我楚国百姓。不可！怎么，你还旧情忘不了？你说你爱民如子，我不相信。况且，我不会将天下安危系在一个女子身上，我更不会允许你来染指楚国。林奇，你还管得真宽！事已至此，你难道还有别的法案？你连自身都难保。那你可曾听过血灵君？血灵君该上。哇！魏国兵马溃不成军，尔等随本小姐回去面见先生。胜！哈哈哈，林奇，你还没明白状况。孤外面可是10万大军，你的血灵军只有区上千人，早就全军覆没了。人数多并非取胜的关键。以我对你魏军军队的了解，就算此役你有100万军队，也必败无疑。林奇，无论你如何逞口舌之力都没用。楚国已是孤的囊中之物，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磕头认错，孤可以网开一面，饶了楚国百姓。楚国你碰，百姓你也动不了。我看谁敢！林奇，是自取人意吗？你要是敢动我，这大军必将血洗楚国，到时候上千万的百姓，他们也得给孤陪葬。林奇，你别情绪暴怒啊！现在我们的命都掌握在魏王手里，你想死，我们可不想死啊！岂不要命，也得为我等想想，为天下百姓想想。你做人不能这般自私自利呀！贪生怕死之徒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些？别过来！放了他！林奇，我大军击开孤城皇城，你想同归于尽，不可能！孤才是想到最后的人。哈哈哈哈！孤的手！陛下，你的10万大军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你该如何笑到最后？老师，百里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的血灵军明明只有上千人，怎么可能打赢孤的10万大军？我不可能输的。老师曾说过，行军打仗讲求的是师出有名，讲求的是杀敌之心，而这2样你带来的兵马全都没有。更何况雪灵军是麒麟阁最强兵力，每个人皆是百里挑一，你的10万大军只有逃的份儿。不，孤不甘心，孤不甘心！
老师，该如何处理？他视百姓如草芥，还以百姓做要挟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打算怎么做？那自然是杀。不，不是为王，不是天子，故受命于天。天子不贤，亦可改朝换代。先生，是我错了，你大人大量，饶我一次，我愿奉你为主。陛下，你贵为一国之君，怎能向他求饶？就算死，有死的有尊严。莫要辱了我魏国的切节啊！你放屁！我不想死。先生，我愿意把所有的妻妾，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你，包括我魏国的江山。只求你把这一面，你长大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先生，我早就给过你机会，可惜你不珍惜。拖出去，当即诛杀！不，我请你绝对不要杀我！不要！你请你这个人去他！琳琅，如今事情已经解决，不知你可有空闲陪我一同前往离国？好。林先生，站住！陛下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林先生，你真的要跟他走吗？这般明显，看不出来吗？我们还有机会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还能回到我身边吗？陛下，林奇就算是麒麟先生，他也不该对你这般无礼呀！是啊，他口口声声说对你死心塌地，现在却和那个离国女帝勾三搭四，什么狗屁麒麟！我呸！是啊，朕的确是错了，错在没有相信林奇的话，错在相信你们两个奸佞之臣。来人，把这两个乱臣贼子给朕押入大牢，即刻发落！陛下，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！今日之事，谁也不许说出去。说，你麒麟阁在我魏国还有多少奸细？王爷，别打了，麒麟阁所有的奸细都被您抓出来。什么事？刚刚老奴收到密信，陛下驾崩了。说什么？皇兄他死了？皇兄啊，你好端端的去什么楚国，这下连命都丢了。皇兄啊，你还真是死得其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飞燕，皇兄到底是被谁所杀？回王爷，具体的消息已被封锁，只知当日在场的除了楚国女帝沈清瑶外，还有离国女帝穆婉玲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叫什么林奇的，也不知是什么来头。不重要，在姑眼里，只是一个多活几日的死人吧。是，王爷所言极是。王爷，我正好可以趁此机会，名正言顺的对黎楚两国发兵，借此吞并两国。什么吞并两国？本王与皇兄是手足情深，出兵讨伐是为皇兄报仇。对，替陛下报仇。那王爷，咱们何时发兵？不急，在此之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我要先登基称帝。是，那就恭贺王爷荣登大宝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魏国之主。琳琅，此番你同我前往离国，怎么没有见你的护卫跟着？我此番出来主要是为了散心，
带太多人的话，麻烦。那我们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我们才认识不久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接了我的玉玺，那灵儿便是你的人了。莫不是你怕我吃了你？怎么可能？你又不是妖鬼。我可是听说你和那沈清瑶成婚5年，还未行过夫妻之实。莫非你和灵儿一样，还未行过人事？我好啦，不逗你了。琳琅，前方便是我离国疆域，待明日上朝，我便昭告天下，把帝位传给琳琅。我此番与你来离国，并非为了皇帝之位。若我当真想当皇帝，这天下早就尽归一统。难道琳琅对灵儿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我已知你心意，我此番前往离国，是为了帮你解决麻烦。麻烦？赵子淼，发生何事？马车为何突然停了？启禀陛下，前方有一伙兵马拦住了我等去路。穆康，原来是你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臣弟心念陛下安危，特地带兵前来护送陛下回国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在前面开路吧。陛下几日不见，身体却消瘦了些，怕不是染上了什么疾病。今天臣弟带来了御医，不妨上前给你瞧瞧。我看不必了，他今日不是来迎接你，而是来杀你。什么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陛下一时宠溺的面首，也敢搬弄本王的是非？来人，给这个不懂宗卑的小白脸舌头拔了！谁敢？穆康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也不问问朕，就敢动他？臣弟对陛下近日的所作所为可是清楚得很。他不过是你从楚国抢回来的野男人，你还当宝啊？放肆！你敢用这种口气跟朕说话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朕？穆婉玲，从现在开始，本王才是九五之尊的皇上。本王才是九五之尊的皇上。你我同出一脉，你这是要造反？既然同属一脉，何来造反一说呀？如今朝堂上对堂姐的举动颇有威，你可知道他们是怎么议论的？堂堂女帝带领离国兵马去楚国抢女帝不要的男人，你可真是奇耻大辱！你住口！你可知他是麒麟？本王管他是，你既然将他带回，就是在吃别人剩下的残羹，你倒是心大不知羞耻。可你有何脸面去将我穆氏二父之外宣子？看在我们一同长大的份上，本王送你一个体面，你选一个上路吧。等你死后，本王保证把你埋进穆氏皇陵。我怕这一切都是你蓄谋已久，那你可知谋逆其本相？自古天无二日，活无二日，只有本王才能带领大理重振昔日荣光。何况今天重兵包围，本王怎么就没有赢的把握？上一个这么说的人已经成为了刀下亡魂，你也想是？穆婉玲，死到临头了，还让你的男人逞口舌之快。既然你不受本王的恩典，那本王就送你体面。从今日起，这离国江山就属于朕的。来人，将他们拿下，就地正法。琳琅，你躲在我身后，我一定带你杀出去。好一出苦情大戏，你们就去阴曹地府做一对锦衣鸳鸯。蒋太师，你什么意思？秦王穆康下犯上行谋逆之事，罪大恶极，其罪当诛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话太多了。
臣蒋权救驾来迟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快快平身！多亏太师护驾及时，才没有让这个逆贼的奸计得逞。赏黄金100两。谢陛下。想必这位就是陛下口中的林奇吧？难怪陛下一直心心念念，当真是一表人才。太师也如传闻中的那样，忠心耿耿。陛下，如今朝野动荡，若穆康胆敢谋反，朝中必有其他同党。臣有一计，定能让他们通通现出原形。能有太师坐镇，是我离国之福，一切就按照太师的意思去办。臣领命。陛下，臣明日在府上安排了接风宴，为陛下安然回国接风洗尘，还望陛下移步奉天殿。看在太师一片忠心的份上，明日朕赏你面子，去你府上。大穆刚临死之前，差点供出，幸亏你倒杀了。父亲，明日的接风宴安排的如何？为父已经安排妥当，只要那昏君踏入江湖之人，他就别想再退去。好。等明日拿下穆婉玲后，父亲便能另立新君，届时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父亲便是这离国的第一人。不过，为父担心那昏君手下新晋大元帅赵子淼，他手握着大离国10万铁骑兵权，如若他奋起反抗，只怕……父亲。区区10万铁骑有何为惧？你莫非忘了，我可是麒麟阁的人。对，为父都老糊涂了。我儿是天之骄子，那可是雪灵军的副统帅。明日我就调动1000骑雪灵军守在府外，以助父亲的大事万无一失。太好。哦，你私自调动雪灵军？不会有什么不妥吧？父亲，这麒麟大人已不在阁内许久，而那新任主帅百里飞扬只不过是个年轻小兵，这雪灵军还不是悉数落入我的掌握。好，有我儿相助，明日大事可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过父亲，明日拿下穆婉玲后，先不要杀他，我要他在床上给我日起。皇上驾到！臣等恭迎陛下。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臣近日机缘巧合寻得一祥瑞，趁开演之前想献与陛下。哦。祥瑞，上来！陛下，这就是臣千辛万苦寻得的祥瑞，鸟中之主，百鸟朝凤，凤凰来仪，家和和顺。这不是一只鸡吗？就是凤凰。什么凤凰？这分明是鸡，哪是凤凰？你就是说对，分明就是凤凰。这哪来的凤凰？就是蒋太师，你当真糊涂了。无论怎么看，这都是一只公鸡。可能是陛下近日舟车劳顿，有些困倦眼花。您来看，这是鸡。哦，住口！蒋权，你不过是一臣子。安敢对陛下指手画脚？这分明就是鸡，哪怕它再肥，也不是凤凰。你莫要指鸡为凤。诸位大臣，各位同僚，宋大人说这不是凤，可能宋大人久居皇城，没见过什么事。那就请你们告诉他，这是鸡还是凤？
如果认为是鸡，就站在宋大人；如果认为是凤凰，那就站在老夫身后。文明就是只鸡，就是鸡，完全就是一只鸡，这肯定是一只梦这么漂亮的一只兔子。你们这些人当真是墙头草，还是我离国之臣吗？然，看你就是占了太师之职，不权专政，你血口喷人，小小礼部尚书也直呼老夫名号。大胆！你敢当着朕的面杀朝廷命臣！之前陛下让臣调查叛贼穆康的同党，臣已查明，这礼部尚书宋玉便是其一。陛下，你想为叛贼说话吗？来人，将这些乱党余孽！陛下，我们是冤枉的，冤枉啊！陛下，冤枉的，陛下。走，此事尚未查明。陛下，此事已经水落石出，陛下不了解隐情，就别插手。陛下，陛下，冤枉，臣冤枉！放肆！你要忤逆朕！陛下，息怒。蒋太师，为了我离国，任劳任怨，这又是宋祥瑞，又是抓乱臣余党，在下配合。陛下，还需赏赐太师才是。好，就依琳琅所言，赏。谢陛下。当真是昏君，被这个男宠言语了2句，便没了主见。看来今日举事成了。太师，这既然乱臣余党都已经抓完了，接下来的琐事就无需太师操心了，在下帮你料理了。咱们这接风宴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吗？请太师开宴。开宴！不过是穆婉玲的一个男宠，还敢在我面前发号施令的，就在让你得意片刻。今夜过后，你们都得死！陛下，我立国历来尚武，这莺歌燕舞看多了，未免困的。臣有2个门生喜欢舞剑，不妨让他们上来给陛下表演一番，如何？如今离国的朝堂虽然风平浪静，但早已暗流涌动。明日的接风宴更是一场鸿门宴。蒋权，他想要夺你的权。蒋太师看着我长大，而且我能登上帝位，也是因为他在暗中扶持。他为何要夺我的权？因为他拥你为帝，就是想要掌控。只不过你并非一枚合格的傀儡，所以他想要废了自立。琳琅，我该怎么做？他想要演戏，那便陪他演。好，既然太师的门人有此计议，那就将人请上来吧。朕倒要看看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。
来人，将这2个刺客拿下！蒋全，你莫要再演戏了。真当朕是3岁孩童，看不穿你的把戏吗？你竟然敢派人行刺朕！现在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既然陛下都说开了，那老夫也不伪装了。老夫倒要问你，身为一国之君，为何为这个面首而迷惑了心智？你莫要顾左右而言他，你意欲谋反，你是板上钉钉，这关琳琅何事？琳琅，还叫得这般亲昵？你耗尽全国物资，为了一个别人玩过的男人，听说你还要传位。我身为太师，当然不允许此事发生。为了我离国的江山永固，老夫不得不反。冠冕堂皇，你分明是要谋权篡位。并非篡位，而是让陛下禅位于贤，子无有之。没错，太师一心为国，若是没有太师，何曾有今日离国盛世？而且我离国向来只有南帝，先帝在世时并未诞下皇子，以身为长公主。但是已是一介女流，并非正统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该退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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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请陛下顺应民意，即刻退位。大逆不道，倒反天罡！赵子淼，将这些逆贼交给朕吧！蒋全，先生与陛下早已料到你会犯上作乱，你命我安排铁骑大军驻守在四周，只待你露出马脚，便将你拿上问罪。众铁骑大军听令，将逆贼蒋全及其党羽通通拿下！这不是我离国的铁骑。雪灵君，没想到你的面上还蛮有见识，居然知道雪灵君。哼，父亲，雪灵君我已悉数带到，你放心，门外的铁骑已经被制服，不会有人来救他。雪灵君是麒麟阁军队，你凭什么调？我儿乃麒麟阁百里将军的副手，他是雪灵军的副统帅，为何不能调动雪灵军？若我没有来离国，我倒是未曾想到雪灵军军中有你此等以权谋私者。看来雪灵军的军纪是该好好整治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可有资格议论我雪灵军？他有什么资格？蒋卫，你可知眼前之人是谁？哼，那不就是你养的男宠吗？还能是谁？穆婉玲，我念在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现在乖乖的将皇位让给我父亲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届时我做了皇上，还能让你当个皇后哦。你也配？你们蒋家谋逆，朕定当诛你们9族！你还要诛我9族？你看看，现在已经被我的人包围了。我劝你还是赶紧以旧办，不如现在就行动。朕告诉你，有琳琅在，你们会为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琳琅是吧？我可是雪灵军的副统帅，而他不过是你画下的玩物罢了。你还指望他能救你？蒋威是吧？雪灵军的副统帅，就算百里飞扬来，也得在我面前毕恭毕敬。放肆！全天下能让百里将军低头的，只有我们阁主大人。那你又怎知我不是？还在这胡言乱语！来人呐，与我上！小副帅，他有令牌，不就是一块令牌吗？你们给我上啊！不就一块令牌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令牌？这是麒麟令。没错，这是麒麟令，象征着麒麟先生的麒麟令。眼前这位是谁？不用朕多说了吧？莫非他是麒麟先生？哼，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还敢冒充阁主大人。蒋卫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麒麟阁的人，怎么连麒麟令都不认？还是说
你不敢认。穆婉玲，我看你是被这块破牌子给骗了。我可是听说前段时间楚国女帝刚休了他，若他真的是阁主大人，女帝怎敢休他？我儿说的有理，他们也就凭这个假令牌做最后的挣扎罢了。蒋卫，无论你在这里颠倒黑白，还是混淆是非，都无济于事。单是你私自调动我雪灵军一条，便已犯下了我麒麟阁重罪。还要装模作样到什么时候？我私自调用雪灵军，我罪不至死，而你冒充阁主大人，乃是死罪。我想怎么杀你就怎么杀你。你若敢对我出手，便是死路一条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我是生是死，是不是你说了算。上！麒麟令在此，谁敢动？来人呐！此人胆大妄为，谁拿下他就是大功一件。你们还不快上！你们这些大笨蛋，还不赶快给本小姐住手！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本小姐不能来吗？啊，不，属下的意思是，您若是要来，也好提前告知一声，属下好早些做准备。别拍马屁了，当我是小孩子吗？属下不敢。哼，本小姐刚回麒麟阁，就听说你擅自动用1000名雪灵军，是何人给你的胆子这么做的？属下也是因为家中有要事，这才想借助雪灵军的威势一并解决麻烦。你还要狡辩？你当雪灵军是你家的吗？你想借就借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老师的命令，谁都不可以擅自调用1000万雪灵军，包括我。属下知罪。赶快随我回麒麟阁受罚吧。报告将军，属下还不能和你回去，因为有人胆敢冒坏麒麟阁的名声。你说什么？正是此子，他胆大妄为，不仅伪造麒麟令，还在背后出言议论您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冒充麒麟先生，到处招摇撞骗。对，将军，我等可以作证，就是赤子。此子嚣张跋扈，蛊惑了女帝，恃宠而骄，您一定得严惩他呀！是啊，一定要严惩啊！敢辱我麒麟阁者，本小姐倒要看看是何人胆子这么大。百里，你觉得为师胆子大？放肆！当着将军的面还敢如此无礼！将军，您可万万不能放过此子！将军，您为何打我呀？您应当打他呀！小姐打人还需要理由吗？百里将军，我儿犯了什么错？你可如此动怒？老贼闭嘴！学生百里飞扬，不知老师在此，贸然冒犯了老师，还请恕罪。将军，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误会？您为何称他为老师？他不过是个废物而已，哪里值得您下跪？你跟本小姐闭嘴！能让我称为老师的人，你觉得在这普天之下还能有谁？难道他真的是麒麟先生？既然知道，还不赶紧跪下！五儿，你为什么给这个废物下跪？还有这百里将军，他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妮子，一定是受他们蛊惑了。我们一定把他们杀了！这个老东西，你要害死我啊！你想杀谁？你能杀谁？百里将军武功名冠天下，现在雪灵军兵权就不在我手。陆少，刚刚是我出言不逊，冒犯了您全当我是放了个屁。屁？你倒是这样子猜呀！主上名冠千古，属下在您面前连个屁都不是。够了！我麒麟阁不需要溜须拍马之辈。你私自调动雪灵军，刚刚还想要杀我，莫非以为此事就不算？不，属下若是知道您的身份，给我1万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啊！都是他，都是这个老东西要挟我的。我是他儿子，父为子康，我不得不从啊！好一个父为子康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大孝子。好，念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，我饶你一命，网开一面。多谢主上。先别着急着谢，琳琅说饶过你们，可朕没说过你们能活。蒋权，朕已查明，你将自己的部吏门生全都安插进朝廷要职，借此敛财，
如今你家中的银子恐怕早已堆积如山了吧？昏君，不要，是何人？今年水患之时，你哄抬粮价，致使大量百姓家破人亡，你还让自己的手下搜刮民脂民膏，百姓早已冤声载道，还有圈地案、人口贩卖案，种种罪行，你敢认？御下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现在已经在你手上了，还不是以你随便说吗？人生在世，最重要的就是良心二字。若是连良心也失了，那与刍狗又有何分别？逆贼蒋权，你在朝中结党营私，意图篡位，罪行满满，罄竹难书。现在证据确凿，按我大黎律法，当诛九族。来人，将这2个逆贼打入天牢，待秋后问斩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琳琅，时辰不早了，我早些休息吧。自从你同我一起回到离国，我们还未曾一同入寝。马良，我已替你解决了叛乱，明日我便离开你。琳琅，你要走5年了，说实话，我还是没有适应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？琳琅，你在说什么？灵儿怎么听不懂啊？其实我是一个穿越者。穿越？可能是在这个世界生活久了，都让我快忘了我当初的那个世界到底是真实，还是只是我的一场梦。那琳琅，你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我的世界，那是一个发达、平等的世界。哦，那儿的车就算没有马拉，照样可以跑飞快。没有马拉，那车还能跑起来吗？当然，而且那儿的房子可以建得特别高，有的房子比山还要高呢。山一样高？那人要怎么上去啊？坐电梯啊。电梯又是何物？电梯就是一种会动的梯子。自己动的梯子？好生神奇。神奇吧？可惜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回到那个神奇的世界。能，一定能。到时候灵儿陪你一起回去。主上，刚刚属下收到潜伏在魏国密探的消息，魏国新君顾长霄派了大军攻打楚国，楚国女帝沈清瑶向我麒麟阁发来了求救信。主上，是否派兵救援？救！琳琅，你要亲自前往。婉玲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对他的情分早就已经放下了，现在去只不过为了偿还5年前他对我的救命之恩了断而已。灵儿并非小肚鸡肠之人，倘若琳琅执意要前往，那灵儿陪你一起去。现在离国的朝政才刚刚稳定，虽然说穆康、蒋全都已经死了，但他们的余党尚在，还需要你在离国稳定局势才是。可是灵儿担心。别担心，有百里飘，没事的。老师，这里有逃难的百姓。大人，行行好，给点吃的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。百里，将这些干粮都分给百姓。林奇先生，您本事滔天，
求您救救陛下吧！沈清瑶现在府中，自大皇宫被攻陷之后，我和莫风带着陛下连夜逃出了皇宫，不曾想半路却遇到了魏军，我一个人留在那儿抵抗。估计明日陛下就到达了威虎山，那个虎山山匪猖獗，请您救救陛下。我本以为你只会跟在沈清瑶旁边煽风点火，但没想到你是个忠义之士。我也是楚国人，我也是吃着楚国的粮长大的，我也想当个忠臣良将。去南方吧，那里没有战乱，沈清瑶我会救你。先生，之前是我多有得罪，请您原谅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好吧，果然是重情重义之人，陛下没有看错人。陛下若是累了，微臣陪陛下给前行可好？没想到，最终还是你一直护着我。朕之前还将你押入大牢。陛下这说的是哪里话？微臣生死陛下的人，死是陛下的鬼。如今陛下蒙难，微臣自该护在陛下左右。只是如今楚国这里沦陷，咱们这何去何从啊？不如就去麒麟阁。陛下，莫非还要去取那林奇？这微臣就要多说两句了。那人的灵气如此绝情，我们这去了，也是死讨冷眼呐。他心里若是真的还有陛下，他早就来该相救了。这不怪他，若不是当初朕那般对他，也不可能离朕而去。我楚国也不会落得如此境地。陛下莫要自责，看这里是威虎山境地，听说这里经常到山匪，咱们还是先离开此处，再从长计议吧。闯入我威虎山的地盘，想走可没那么容易。这两人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是京城里逃难的达官显贵。兄弟们，咱们可又要发财了！放肆！你们可知你是谁？我他妈管你是谁！就算是天王老子来到了我们威虎山，也得发声篇。兄弟们，他们身上一看就有不少银子，挖光他们银子平分！别管了，朕可是当今楚国女帝沈清瑶。这富贵人家的小姐嘛，我等倒是绑了不少。这自称女帝的，你还是头一个呢。就算你真是女帝又如何？在我们威虎山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握着。兄弟们，把他们带走。这女的姿色不错，正好献给他们大当家的当衙内夫人。带走，带他走。来，喝酒。好。这两人是谁？为何会出现人？回答他来！这二人是京城里逃出来的大户，被我等给抓来了。老子只让你们劫掠钱财，怎么还把人给带来了？回大当家的，我等见此女姿色不错，这不是想着您还未婚配吗？想着带回来给您当衙内夫人。我去你！哎呀！现如今落草为寇，属实是无奈之策。你们还想让我干逼良为娼的事？你们他娘的真给自己当山匪了！发现给松绑，算是负责。是。等等，老子改主意了。这就是你们两个看起来面善，并非是普通的官宦人家。大当家的，刚才此女还自称女帝。女帝？没错，她正是我楚国女帝沈清瑶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杀了你这个昏君！当然，你现实的女帝身份，竟然还敢对女帝无礼！你这下犯上，你触犯我楚国的律法，你要等着诛九族吧你！我去你妈！楚国
现在哪儿来的杀处？现如今魏国大举进犯，百姓生灵涂炭，而这一切，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守官，有你这样的昏君。若无此地，就他娘的是活该！今天，老子就要为家人，为死去的百姓报仇，受死吧！林奇，你是谁？为何会出现在威虎寨？这天下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我麒麟阁的眼线。你这小小城寨，也不例外。麒麟阁？莫非你认识麒麟先生？我的确与他相识。带我去见，我就让你区区一个山匪头目，作恶多端。今日本小姐要替天行道。哪里来的小妮子，敢这样对我兄大里说话？呀！林先生，感谢先生救命之恩。陛下不必如此。你5年前救过在下一命，今日这恩情算是还清了。你我以后各不相欠。今天过来救我，是为了报答5年前的救命之恩。我们2个真的回不到过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妮子，功夫不错，那你再看看这一拳！哈哈呀！哈哈，不堪一击！百里，他天生神力，与他硬碰硬占不到便宜，攻他下盘方有胜算。那文弱书生竟能看出我的弱点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百里，莫要伤他性命。你不杀我，我为何要杀你？我是山匪，在这里劫掠他人，无恶不作。杀我，你会后悔的。熊大力，据我所知，你让手下劫富济贫，但从未滥杀无辜，功过相抵。你还算是一条绿林好汉。绿林好汉，若是天下太平，谁愿意干这勾当？看你这身手，曾过军。5年前，我曾跟随陆征大将军南征北战，也曾立下过汗马功劳。本以为女帝登基以后能过上好日子，没想到这个昏君，他居然加重赋税，这些狗官每天大鱼大肉，而我们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只怪君王不贤，女权当道。落草为寇不是一件长久之计，待战乱结束后，找个正经营生干。一个文弱书生懂什么？战乱是你说结束就能结束的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？你这个眼拙的憨货，老师可是麒麟先生，他说战乱能结束，就一定能结束。妈，他是麒麟先生。你这是何意？我在军中曾听说过麒麟先生的事迹，先生步步为营，神机妙算，堪称是军神下凡。先生，请收我为徒。我知道弟子愚钝，先生看不上我，但我愿意努力。收你？什么？谢谢先生，不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你真要收这憨货为徒啊？我看他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嘛。你是小妮子，先生都愿收我为徒了，你再多说什么？你这憨货应该叫我师姐。老师，我们麒麟阁安插在倭国的探子发来密报，说倭国最近在蠢蠢欲动，似乎在整顿全国的兵力，然后对我们离国发起进攻。倭国与我隔海相望，就算举全国之力，也还尚需时间。让雪林军继续驻守离国，其余事宜待我回去之后再解决。回离国。陛
我们也走吧。这灵犀铁石心肠，他也不会再回心转意了。我已经失去所有了，不能再失去他。陛下，陛下，倭国大军突然陈兵北进，随时有进犯我离国的风险，传报在此。这天杀的倭寇什么时候来不好，偏偏要在琳琅不在的时候。倭寇一直虎视眈眈，妄图进犯我离国疆域，此事事关紧急，诸位爱卿有何良策？胆敢犯我疆域，自然是要打回去。陛下，倭国此番来势汹汹，必是有备而来，此战应该打，而需要议和。时臣下所言极是，臣附议。你们可知自己在说些什么？陛下，我离国虽然尚武，倭国也不容小觑。所谓上兵伐谋，下阵议和，绝对是上策。是啊，如今北方的魏国已经攻破了我，只怕下一个目标就是我国。我国此番前来，无非就是为了一些蝇头小利，我们给他便是。与倭国相比，应对魏国才是重中之重。你们真是一群缩头乌龟，难不成是要卖国吗？赵元帅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陛下把我们从边境召回重用，我们这也是为了大局为重，还望陛下三思。区倭寇，又有何惧？你们若是当真为了离国着想，那么此战绝不能妥协。琳琅，你回来了。你不用误会，是我自己跟他来的，与他无关。委曲求全，只会助长倭国气焰。麒麟先生，您说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懂，是我离国刚经历水患，现在又要大动干戈，恐怕会劳民伤财啊。倭国实力强悍，就算是七国之首的魏国与其正面交锋，怕是讨不了半分好处。这并非我等自轻自贱，要真与倭国交战，恐怕也不能胜。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若是此次倭国前来不仅仅是为了蝇头小利，而是图谋我整个中原大地，他倭国一区区海国，也敢窥于我中原大地。正因为他是海国，所以才有狼子野心。我给诸位讲个故事。曾经有这样一个国家，也曾被倭国侵略，但当权者却选择了妥协。你们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？曾经有这样一个国家，也曾被倭国侵略，但当权者却选择了妥协。可你们知道最终换来的是什么吗？是奸淫掳掠，是亡族灭种，是千万百姓惨死于倭寇的屠刀之下，是无数同胞沦为亡国之奴。他们在我中原大地上肆无忌惮地残杀着手无寸铁的百姓，他们野蛮、残暴、恶毒、放肆，而这其中就有你我的父母、子女、兄弟，而他们却将屠杀视作享乐，如此罪恶滔天，令人发指。而这个伟大的国家也最终觉醒，付出了10余载的时间，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但也最终获得了胜利。所以我们要因为敌人强大便畏畏缩缩，便一辈子俯首低头吗？无愧于先辈，无愧于后人。所以此战要战便战，绝不议和。听先生一席话，真当惊醒梦中人，是在下考虑劝妥。此战绝不议和，绝不议和，绝不议和，绝不议和。对，绝不议和。倭国使臣觐见。倭国使者冈本见过离国女帝莫婉玲。大胆见到陛下竟然不跪！哼，我们上国使臣不需要给你们下国的皇帝下跪。
导致女帝见到我们来了，怎么还敢作声？放肆！你敢蔑视吾皇！一介倭国，谁给你们的胆子敢自称上皇？还想让朕起身恭迎？本是奉劝女帝慎言，免得给贵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今日我们屈身来此，是给贵国商谈国事，不是和你们行口舌之争。陛下，什么？你要我离国无故割地10城，还要赔偿1000万两黄金？如此不平等的条约，是否太霸道了一些？这个条约本就是同治，并非商议。女皇陛下不要搞错了。朕绝不会割地，你们休想染指我离国江山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女帝陛下如果不签掉这个条约，那就别怪我们发兵了。发兵？你大可以试试。无论你倭国想做什么，我麒麟阁奉陪到底。哪里来的野好人？你是真不知道收拾，惹了我们倭国，你们统统的下！本使听闻麒麟阁是你们中原江湖第一势力，莫非你是麒麟阁的人？算你识相，这位便是闻名天下的麒麟先生。素闻麒麟阁人才济济，我倭国也是礼仪之邦。既然麒麟先生在此，本使就给一个面子。不过是偷学了我们中原文化，也敢称礼仪之邦？八哥，你敢藐视我们倭国？是不是礼仪之邦？不如我们比试一番。若是我们赢了，这个条约翻倍，你们需割地20城，赔款黄金1万两。若是我们赢了呢？条约减半，你们只需割地5城，赔款黄金100两。这不公平！我和你们比试，已经给足了麒麟先生面子，你们不要得寸进尺。是输是赢都对你们有利，你们赢了，条约翻倍；而我们赢了，却仍要割地赔款。堂堂的麒麟先生，难道不敢比试吗？如果你不敢比试，那我大倭国的军队就直接进攻了。好啊，我跟你们比，但这条约得改一改。若是我们赢了，条约作废，就此退兵。你是给我谈条件？不，我不是在跟你谈条件，而是通知你，你若不答应的话，大可发兵。我雪灵军还未尝败。不是我！高本先生，不要跟人家中原侯人们废话，赶紧发兵，统统的灭了他们！住口！我这次来只是扬刀立命，为日后的开战找借口而已。现在还不是改兵的时候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中原侯人，快点，要和你们比力气！你们号称礼仪之邦，既然要跟我们比力气，也不怕笑掉大牙。现在是我国第一力士，能与他比试，是你们的荣幸。此中重大千金，轻而易举的举起来。好，中原侯人，我刚刚把他抢了10步，你们要是有人可以把他抱起来，那就算你们赢。什么？你们吓得都不敢说话了吗？你们离国不是号称以武治国，既然连一个举起中的都没有，真是松下禀赋。狗叫什么？老子来跟你比！琳琅，他能行吗？放心吧，现在这个憨货是我的小师弟，力气大得很呢。他是琳琅的学生，他天生神力，那倭国力士比不过他。小若不怕那中原侯人，
就你这体格，还要跟我比力气，是不讲理！倭国贼子，想当年我们中原一统天下的时候，你们倭国对我们俯首称臣，现在怎么一个当儿子的也敢在老子面前搬弄是非？不要跑着，不要乱说！我们倭国按时来给你们俯首称臣啊！随口，当然，如今的魏、楚、黎、冀、赵、羽、田，当年同属一脉，魏是万国之是何等的威风！是啊，若是在当年，这小小倭国岂敢犯？要是有人能够一扫热河，一统天下就对了。不要跑着，别废话了！我看你们就是在拖延时间。不错，这一个小个子怎么举得起这么大的钟？倭国的井底之蛙，老子让你们开开眼！他竟然一个手就取起，举重若轻，这才是真正的历史。怎么可能？你这只瘦猴子，怎么可以把他举起来？就老子这样的人，在我军中一抓一大把。就你这样的人，还算是倭国第一力士？那老子就是倭国第一力士的爹！是啊！你们输了，还想省后？刚刚的不算，他怎么可能比得过千代力士？肯定你们暗中舞弊，耍了什么花样？重新再比，下来比剑。比剑？那谁能比得过你？你们多剑啊！明明输了还拒不承认。我说的是比剑法。若是赢了宫美先生，那才算赢。什么最强剑手，连本小姐3招都接不住，这样的水平还是不要出来丢人现眼。这局不算，又不算！你们好歹是倭国使臣，说话跟放屁一样。要是不敢比，就别比了。宫美先生这2天身体不适，所以才让你们捡了个便宜。我们接着比其他的。够了！我不想再跟你们玩什么游戏。那你要如果不比，那我们倭国直接发兵了。两国交战，并非纸上谈兵，更并非儿戏。就算稳胜，你会遵守承诺吗？尊严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。你们要战便战，谁会怕你？既然你们如此不识抬举，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。你滚！还有你，麒麟先生。到此为止，我们走。站住！莫非你要反悔，想认输？本是告诉你，为时已晚。我中原大地不是你倭国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地方。你什么意思？两军交战，最重要的就是士气。正好拿你们几个的人头祭旗。两国交战，不杀来者，你不能这样做，这样不符合礼仪。礼仪？你们侵犯我国土，残害我百姓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礼仪？礼仪是留给朋友，而并非贼寇。来人，把他们拖出去，斩首示众！麒麟先生，女王陛下，饶过我呀！不！陛下，境外的倭国联合魏国突然发兵，我军前线快挡不住了。什么？魏国竟然和倭国联手了？看来他们早就勾结在一起。艾利费扬，你率雪林军出城迎敌，再让麒麟阁派些兵马。是。赵子淼，你也率铁骑随百里将军一同出战。遵旨。
外面战事到底什么情况了？怎么连报信之人都不回来了？不用等了，报信之人你被孤给公婆杀了。顾长青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放肆！你说的顾长青是先帝，是陛下的兄长，而你们眼前的这位是我魏国新君，你就是顾长霄。不愧为麒麟先生，果然耳目众多，消息通达。也不枉你在我魏国安插了那么多的隐线。既然大家都在，我就直说了，此战你们必败无疑。马上这离国呀，便会彻底落入孤的手。若是你们此刻呀放弃抵抗，孤可以饶你们一命。痴心做梦！你夺我楚国江山，害我黎民百姓，此仇我与你共不待天。一个亡国之君，有何资格在孤的面前叫嚣？孤早就听闻离国的女帝杀伐果断，但我没想到你胆真大，你连倭国的使臣都敢杀，你可知倭国现在很生气？朕管他生不生气，倒是你竟然与倭国沆瀣一气，真令人不齿。大胆！你敢对陛下不敬！实话告诉你，现在外面与你们交战的是倭国的兵马，而我魏国等你们分出胜利以后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好一招驱虎吞狼之计！可我麒麟阁的援军马上就要到，你当真敢与我麒麟阁为敌吗？孤自然不敢与麒麟先生交恶，不过孤皇兄的死你可脱不了干系，这件事儿该怎么算？那是他自找的。所以你要替他报仇？他死得好！孤从小便生活在顾长青的影子当中，他没有任何才华，不比他优秀100倍。就因为他生得早，他继承了太子之位。这段小白啊，孤还得感谢你，让孤名正言顺地做了这魏国的君王。世人都说呀，得麒麟先生者得天下，先生何不归顺于我，助孤一统天下？孤保证，到时候你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你不愿意，你不配。你说什么？天下的确需要一统，但是相比顾长青，你顾长霄更作为君王。大胆！陛下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你怎敢蔑视陛下？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他魏国攻下楚国之后，纵容手下肆意屠城，2座从此，就有10万余百姓惨遭屠戮。试问这样人如何成为一位君王呢？妇人之见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成大事者何必拘泥于几条人命？几条线说的倒是轻巧，你可知得民心者得天下？孤不与你行口舌之争。既然你不能为孤所用，那你便同离国一同覆灭吧。据我所知，你魏国的军队虽号称有100万，但其实不到40万，还有半数军队在攻打楚国，恐怕此刻城外的还不足20。楚国20城现已尽数被攻无算，那边的战事马上就会结束，到时候孤将全力攻打离国。你确定？你虚张声势，那边的战事已成定局，我魏军必胜。莫非你还能有什么扭转乾坤之策？学生陆征，学生冯月山，拜见老师。起来吧。是。老师，那些攻占楚国的魏军已被我们领兵击溃。陆将军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那些魏军死伤过半，溃不成军，已逃得无影无踪。不可能！你麒麟阁的血灵军再厉害，也不可能胜得这么快。我那可是20万大军，若只靠血灵军，或许战事还会坚持数日乃至数月。可你曾看见过无数百姓纷纷拿起兵刃的场面吗？自这一刻起，你魏国便必败无疑。百姓，那些蝼蚁，我早就和你说过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到现在。老师，外面的倭国兵马已经被我全部击退，
太好了。顾长霄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林奇，算你狠。如今的局面，孤的确未曾料到，但你莫得意，孤还有后招。我告诉你们，孤已经联合了冀、赵、羽、田四国，他们很快就会派兵前来助战。什么？那四国怎么会与你合谋？他们也曾经被你魏国侵略啊！孤已许诺他们，只要他们助孤取胜，孤便与他们平分了这离国。在利益面前，一切的陈年旧恨都不值一提。冀、赵、羽、田四国皇帝到！他们来的这么快，林奇，你神机妙算，也没算到孤还有这一步妙棋吧？啊，就算你麒麟阁的势力再大，又如何对抗我等5国的联合？是吗？你不必故作镇定。7日之后，这世间再无麒麟阁，再无麒麟先生。顾长霄，世人皆知我有8大弟弟，称为8旗。你可知他们8人是什么？死到临头还这么多废话，你不会认为自己还有什么转机吧？你不会以为这4国皇帝来这儿是为了你吧？看来你还不明白，你真以为这4国皇帝出现在这里是为了你什么意思？怎么，你们见到为师还不行礼？学生拜见老师。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陛下，我没有看错吧？这4位皇帝竟然都是先生的学生。这就是琳琅，不，这就是麒麟先生的可怕之处。顾长霄，你已无计可施，还不束手就擒？不，都是你教化了孤的好事，孤要你死！Yes！ 天啊，我马上叫人来救你。传月夜，不要枉费精力了，飞镖上涂满了剧毒，你救不了他。林奇，对不起，是我不该自以为是辜负你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总会怪过你。那就好，希望照顾好他。朕答应你，朕答应你。青瑶，青瑶，顾长霄，长霄，拿下他！雷音，不下，不下！躲在他身后没用，今天你插翅难逃。百里扶摇，孤承认你作为8旗之首，武艺高强，但是孤的这位手下，你未必胜得了。连夜，杀了他！雷英，你个狗奴才，你为了保密，你要造反吗？老奴忠心耿耿，怎会造反？那你还不放开孤？陛下您有所不知，老奴也是8旗之一。老师让我潜伏魏国，就是为了培养士气，否则魏军怎会领战领败？什么？老奴效忠的永远只有老师一人。老师，顾长霄已被学生处死。先生，今晚我国集结了大量兵马，打算发起第2波攻势。倭寇来犯，为以绝后患，我以麒麟先生之力重整齐国。喂，你冀、赵、羽、田，合二为一，天下一统，并称大夏。我等愿奉先生为帝，我等愿奉先生为帝。尔等随我出城迎敌，诛杀贼寇，护我山河。准备，不要做好点，准备。
我回来了？难道刚刚那一切只是一场梦？沈清扬、穆婉玲，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啊！丽娜，我刚才去坐了不用马拉的车，还有电梯，这个事情好神奇啊！这一切都是真的。